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2亿票房，德贤紧致杀疯了，肖战周依然把乱世爱情演成了王炸。贺岁档被《疯狂动物城2》的31亿票房霸屏碾压，一部成本仅4000万的德贤紧致竟然杀出血路，如今累计票房破2亿，片方直接赚得盆满钵满。更狠的是，这可是正午阳光转型电影的首秀，孔笙加蓝小龙的组合一出手，直接打出王炸效果。而随着电影爆火，最出圈的当属男女主肖战和周依然。一开始多少人担心他俩没 CP 感，会拖累整部片，结果上映后全被打脸。34岁的肖战搭档29岁的周依然，直接让观众看懂了 CP 感这东西真的是门玄学。乱世爱情只有死别，没有生离。莫德贤和夏承的相遇狗血又上头。开往宜昌的船上，莫德贤不小心扯断了夏承的裙子，当场挨了3个响亮的巴掌。谁能料到这巴掌竟成了定情信物，两人就这样坠入爱河。镜头一转，已是3年后，夏承不仅嫁给了莫德贤，还给他生了个娃。乱世之下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，风花雪月早成了奢侈品。夏承每天的生活就是操持家务，照顾90多岁的老太爷，还有襁褓中的孩子。这样忙碌又平淡的日子，却是他求之不得的安稳。影片从没提过夏承的背景，可家人从未露面，就是最戳心的暗示。或许他早就和亲人失散，又或许那些人早就葬身在战火里。对夏承来说，老莫家就是他唯一的家。他太懂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了，知道他满腔热血想杀鬼子，也会温柔劝他，是我们在跟你活。她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不盼着丈夫当什么大英雄，只盼着她每天能活着回家。而莫德贤的爱，沉默，却藏在每一个细节里。条件再艰苦，他也会攒着零零散散的零件，给夏承修出一台唱片机，让他做饭的时候能听听曲儿解闷。担心夏承的安全，他把菜板上的刀磨得锃亮锋利，既能切菜，也能砍人。他从不说爱，可但凡能护着夏承的事，身体永远比脑子先行动。乱世里的爱情，哪有什么海誓山盟，天崩地裂，不过是粗茶淡饭，相濡以沫。爱从不说出口，却藏在每一个无声却震耳欲聋的瞬间。这样的爱情比永远更长久。保卫家国和你，太甜了也太痛了。日军进村的那一刻，莫德贤第一个念头就是和鬼子同归于尽，但他转念就清醒了，比起拼命，保护一家老小才是头等大事。决定赴死的前夜，他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妻儿，他把他们藏进地窖，千叮万嘱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出来。我是有些颠三倒四，但大事上我是晓得方向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方向。一字一句全是我若不在，你们也要好好活下去的叮嘱。莫德贤从没说过爱，可他愿意为妻儿豁出性命，这3个字早就胜过千言万语。战火里的爱情就是这样，和敌人同归于尽，是为了护着活着的人。不能陪你白头到老，那就盼着你能活到白头，这便是九泉之下最好的慰藉。夏承懂他的决绝，哪怕知道这一别就是永绝，他也没有阻拦，只是抓紧时间再多看他一眼。也许这一眼就是此生最后一面。周依然这段戏直接封神，眼里含着泪，却舍不得眨一下，那眼神里的不舍和缱绻，看得人心脏发紧。这一眼那么短，又那么长，
藏着所有没说出口的爱意，万般不舍涌上心头。她却只对着丈夫说了一句：“我们都不是事。”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，我们不会拖累你，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。莫德贤真的做到了，他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在鬼子踏进家门的前一秒，拼尽全力将他们引开。墙的另一头，夏成抱着儿子默默流泪，连哭声都不敢太大。她不能冲出去陪丈夫赴死，因为她要护着孩子。可那一刻，她的心恐怕比死了还要痛。影片的最后，日军的炮弹轰炸了整个镇子，断壁残垣之中，莫德贤紧紧抱着耳朵被震聋的夏成和儿子，一家三口静静等待结局。莫德贤对他说：“你犯了一个大错，就是要和家人在一起，一个死有余辜的错。”夏成听不见，却像是读懂了他的话，嗔怒地拍了他一下。哪怕下一秒就是地狱，能和家人死在一起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。那一刻，他们哪里是什么演员，分明就是一对在乱世里相依为命的夫妻，灰头土脸，却满是平静和满足。生死关头，莫德贤的眼里只有夏成。3年的相濡以沫，比任何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都要深刻100倍。这才是乱世爱情最好的注解。说真的，抗战片里的感情线向来是观众的雷区，怕的就是儿女情长盖过家国大义，稍微狗血一点，整部片就毁了。可谁能想到，肖战和周依然竟交出了这样一份满分答卷。没有腻腻歪歪的秀恩爱，没有矫揉造作的附庸风雅，他们的爱就藏在一碗碗粗茶淡饭里，藏在一个个无言的眼神里。肖战彻底抛开了偶像包袱，把莫德贤演活了，心里装着小家，也扛着大家，愿意为民族赴死，也对妻儿倾尽温柔，男人味直接爆棚。周依然更绝，把夏成的坚韧和柔软演到了骨子里，对丈夫满眼爱意，对孩子又有着为母则刚的韧劲，每一个镜头都戳中人心。好的爱情戏从不是抗战片的累赘，而是点睛之笔。乱世里的爱从不是风花雪月，而是你在哪，家就在哪的笃定。你有没有被肖战周依然这对乱世 CR 戳中？快来评论区聊聊。